同学们好，欢迎来到第2节课金刚捣对。好，接上式，起势按掌，对称下沉。动作1，松左胯，身法微向左转，左手逆缠，右手顺缠，捧于身体左侧前方，身法左转。好，动作2，松右胯，身法右转，右手逆缠，左手顺缠，重心转化到左腿，同时摆右脚脚尖，左膝左脚。方向相照，不要扣膝。好，当走后弧，重心右移，两手顺势外捧，重心来到右腿，松右胯，身法右转的同时，领左膝上提，与胯齐平，对拉开步。左脚脚后跟内侧着地，眼看前方，松右胯，左手逆缠按掌，右手顺缠下沉。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左脚脚尖摆正，左手上领，好，顺势合右胯扣右脚脚尖，点脚收步，右脚虚步点地，两手相合，左手搭在右手小臂内侧，右手顺势上捧，折叠握拳向下相合，落于左手掌心之内，冲拳提膝，正脚砸拳。咱们来看一下的动作。首先正方向，接上式，起势按掌。1，左转，左逆右顺，重心右腿上捧。2，松右胯，右手逆缠，左手顺缠，重心左腿，摆右脚脚尖。好，3，重心右移，身法螺旋。4，领膝上提，身法微向右转。5，对拉开步，眼看前方。6，松胯螺旋，当走后弧摆掌，领手上捧。7，上步相合，放松下沉。8，冲拳提膝，正脚砸拳。好，金刚捣对的一个动作。来，侧面看一下，按掌相合。好，1，松胯摆掌，重心右腿。2，身法螺旋，重心左腿，向右转腰。3，当走后弧，重心右移，领膝上提，拉开步。当走后弧，摆脚尖，身法朝前。好，上步相合，领手放松下沉。7，好，8，提膝冲拳，正脚砸拳。好，侧面。1、2、3、4、5、6、7、8。好，背面看一下。1、2、3、4、5、6、7、8。好，金刚捣对。好，那么接下来跟老师们讲解动作细节。首先第一点，我们做完收势按以后，身法的螺旋，我们会在后边的课堂当中一点一点将技巧和要求教给大家。首先第一呢，我们的身法左转不是通过我们的腰椎来带动两手向左上方捧，而是通过当胯。这里呢就要去教老师们第2个当胯运行的方式了。在上一节课当中跟老师们讲解了上下折叠和膝关节的关系，那么第2节课当中就会跟老师们强调我们的身体左右螺旋和当胯之间的关系。好，当我们从侧面来观察的时候，身法向左转不是通过腰椎进行螺旋，而是通过咱们的左侧的髂腰肌
或者是说咱们的髋胯关节，产生小腹外侧和大腿内侧进行相合的一个动作变化。我们能明显的看到，在大腿根部的位置产生了一个向内的相合。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合的同时，我们的身体会向左转。和腰转不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腰转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髋关节是没有运动的。在太极拳当中，我们强调的是髋关节的左右螺旋，所以当胯产生了相合，我们的髋关节会形成和肩关节的一个上下相照。在合胯的同时，胯在转，肩也在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形成了上半身整体向左螺旋时的动作。这是我们身法左转而或是右转的同样的理论要求，用胯的开合来带动身体的左螺旋或是右螺旋，不要用自己的腰椎，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当我们进行身法左转，在左胯相合时，我们能够感受到左腿发沉。此时借助左脚脚底的沉劲儿，慢慢将右腿将重心转化到右腿之上。右腿呢，并不是直接就吃个重心就结束了，而是在左胯左侧相合的同时，右胯顺势放松上下进行折叠，我们的两手才能够和右腿的支撑形成一个合住力量的感觉。那么两手在的同时呢，手上的要求，在这老师可能分不清顺缠和逆缠。我们将两手拿出来，大指朝上，两手大指向内向下旋为逆缠，两手大指向上向外旋为顺缠。好，立在这里，左逆右顺，右逆左顺，这是我们的顺缠的一个小关系。那么在身法左转重心右腿的时候，我们的两手会产生一个左手逆缠顺势上蓬，右手顺缠向上拨掌托掌的动作。这是我们动作一的几大细节：当胯的开合、身法的螺旋，以及两手左逆右顺的动作。那么这里呢，跟老师们补充一个点，太极拳当中有右的说法，从动作细节当中来体现，并不是我们的双手向右侧主动的用我们的手指指尖去画一个圆，形成这样的动作，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的身体要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先以中线的螺旋，让身体的躯干部、主体部先进行运动，再运动梢节、枝干部。所以老师们看我们的手，好，左胯一松，重心右腿，是不是身体先向左转了？随后两手才慢慢的向左侧上方膨出。从视觉的差距上，好像有一个速度差，让我们感觉两手向后、向右、外、向右去转了一个画圆，实际上两手在原地没有动。身法的带动，让两手产生了遇左先向右走的一个视觉小骗局，这是我们补充强调的一个理念在其中。第一个细节，各位老师们理解清楚以后，来注意看第二个。那么刚强调了左胯的相合产生的身法螺旋，同理，右胯在松合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去感受右腿变沉，随身法的右转，躯干部先向右转，带动两手，右手逆缠外蓬，左手顺缠上蓬拨掌。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一个错误问题，就是我们左转的时候右膝向，右转的时候左膝向内扣。我们要保证一个点，胯在向外打开的同时，它和膝关节，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两个关节。如果同时牵带着膝向内扣，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的膝关节内侧在受我们的力上半身的力都压在了膝盖上，容易引起膝关节内侧的磨损。所以呢，膝盖和脚尖朝向同一方向，慢慢的通过放松下沉，
把胯向外打开，让右脚脚尖产生外摆，同时两手随身法的右转，右逆左顺，向右打开，摆出去。最后，这时候重心左腿准备往右腿上转化。怎么转化？咱们禅思课程当中常强调当走后弧，所以此时此刻身法的螺旋，我们从侧面看一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螺旋外膨胀的动作。但这个过程当中身体是没有转的，还是在右斜前方的位置。这样的一个重心运化，老师们需要记住。好，下一个细节，提膝开。在提膝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注意两胯的向内相合，是我们收腿领膝上提的最重要的标准。很多老师在做动作的时候会产生错误点，就是蹬地领腿重心上起，产生了一个整体的身法向上提的动作，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我们想要大家做到什么呢？胯在松合的过程当中，身法会产生一个螺旋下沉的动作变化，所以大家在做提腿的时候呢，要将胯的向内相合和身体提膝相合的下沉进行一个组合。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在提左腿的时候不会向上起，反而会向下沉，然后再提膝顺势开步。这个时候我们的开步就变稳了。我们越是往上起身法，越容易晃身子晃膝盖，反而越是向下沉，脚下生根，身体反而不会乱动。好，开步的时候老师们注意，千万要避免重心向下摔沉的一个情况。这个问题在今后的课程当中会多次跟大家去强调这个事情。要保证左脚脚后跟在落地之前，重心一直在右腿，直至落地，右腿还是吃了70%的力量，左腿脚后跟内侧着地吃30%的力量。随右胯的松沉，两手向后画圆，不要让我们的梢节主动向后，要通过右胯的松合，身体微微放松。好，右胯一松，两胯大腿内侧和肚皮外侧相合产生的右转。好，当走后弧，摆脚尖，身法回正，手领在哪里？身前中胸前位置，右手合在右膝上方。到这儿以后，左脚左膝相照，合右胯，用当胯的螺旋相合带动右脚脚尖微向里扣，轻点右脚，即可做到放松轻柔的收右腿。因为现在有很多老师做到这个位置以后，他会不自觉地将重心向后压一下，再把右膝拿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动作，在太极拳当中叫做回力。我们不能将力量向回去走，要做到行云流水，水没有倒着流的，它只有从高往低流。所以呢，我们做到这里来看一下连贯完整的坐胯摆脚，移动重心，合胯扣脚，点脚收步。整个动作从收脚到落脚做的是非常轻松的，那么我们就避免了从后方回劲儿的一个问题。好，上完步，虚步点地以后，两手相合，右手向上拨掌，左手随着右脚的上步之后，放松自然下沉，以身法的放松向下，带动肩肘手的慢慢向内相合，两手正好形成了上下的相交。左手搭在右手小臂内侧以后，放松折叠右手，顺势卷掌握拳，左手划过右肘尖以后，顺势顺缠，掌心朝上翻掌，右拳自然落在左手掌心内侧，冲拳提膝，震脚砸拳。在震脚的时候，包括冲拳的时候，有以下2点要求：一，冲拳一定要朝自己的身前中线向前向上，或是向自己的面颊外侧向后向上，
千万不要对着自己的中线向后向上，这样的话对着自己的鼻子就来了一拳。所以说我们要把力的这个角度分清楚。冲上来的同时，注意看金刚岛队的提膝和咱们当时说的开步提膝的要求非常相似，膝盖的上领身法同样要做到下沉，而不要做到上升，这是我们的基础要求。好，提膝放松下沉，然后在震脚的过程当中，来，老师们注意看脚的一个震的方法。提起来以后，先让裆胯放松下沉，让自己的屁股坐下来的同时，带动右脚向下去震脚，不要去主动的通过伸右脚来把脚给跺下来，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脚在跺的方式的时候是直接将力量灌到膝关节上的，上身是没有办法帮助咱们卸力的。那如果我们通过下坐，我们可以看到身法落地的时候会有一个上下的简单震荡，我们的上肢会通过一种弹动的方法来将震脚的力给它消化掉，这样子就对我们的膝关节的损伤降到了最低。好，连起来看一下，领手相合，放松下沉。好，冲拳提膝身法反而向下，震脚砸拳，立身中正。震完脚之后，两脚脚尖仍是自然朝前或是微微外摆，手合在小腹丹田前方大约1拳距离，自然放松，下沉相合。